我是四海八荒最后一只凤凰。娘说，凤凰血脉不能断送在我手里。于是，我霸王硬上弓了一个凡人，怀了个蛋。3年后，我的洞府被一位仙君劈成了2半，来人提剑就砍，我抱头鼠窜。在我思考何时得罪了这位仙君时，正在喝奶的仔仔头一歪，奶声奶气喊道：“爹爹！”我傻了，那人也傻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，我叫云翅，是四海八荒最后一只凤凰。娘亲陨落时曾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凤凰一族的血脉可万万不能断送在你手里啊。我懂他的意思。凤凰一族生于烈焰，死于涅槃，本该生生不息。可如今天地间竟只剩我一只。安葬好娘亲，我在仙妖2界寻觅了数年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下蛋人选。妖族长得太丑，下不去嘴。仙界的右眼高于顶，根本瞧不上我。直到我去了人间，在山涧边捡到一个重伤的凡人，他浑身是血，气息奄奄，可那张脸却生得极好，眉目如画，五官精致，连昏迷时微蹙的眉头都透着一股清冷金贵。我细细打量了一番，觉得此人不错，最主要的是长得不错，生出来的崽定然是好看的。娘亲说过，凤凰血脉珍贵，不能随便找个歪瓜裂枣将就。于是我把他扛回了洞府。我虽然没经历过男女之事，凡间画本子倒是看过不少。照葫芦画瓢，衣服脱到最后一件时，他猛然醒了过来，一把拽住我的手：“你是谁？”明明气息那么虚弱，手上力道却大得惊人。我被他拽得一个踉跄，险些扑到他身上，气氛有些尴尬，我一时有些语塞。总不能直接说我是来借个种的吧？他眉头紧蹙，目光从我脸上扫到半褪的衣衫，声音沙哑却冷厉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我眨了眨眼，决定实话实说：“你长得好看，我想跟你生个蛋。”他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像是被雷劈了一般。趁他愣神的功夫，我一把抽回手，顺势将他最后一件礼衣扯了下来。放肆！他怒喝一声，苍白的脸上浮现一抹薄红，想起身，却因伤势过重又跌了回去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理不直气也壮：“你伤这么重，反抗不了我，不如从了。”说完，我伸手抚上他的胸膛，触手温热紧实，肌理分明。不错不错。他的呼吸陡然急促，耳尖红得滴血。你这妖女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我们凤凰一族向来直接。我俯身凑近他，发间金铃轻晃。放心，只是借个种而已。你……他的怒斥被我以唇封缄。帐幔垂落，烛火摇曳，窗外忽而风雨大作，雷声轰鸣。怀诞的第3个月，我才后知后觉。那日我正在溪边喝水，忽然腹中一阵绞痛，低头一看，腹部隐隐泛着赤金色的光芒。我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凤凰一族孕育子嗣时，母体会有涅槃火护胎。我有些高兴，真怀上了。原本害怕一击不中，准备多借几次中呢。生产那日，我疼得几乎把洞府的石壁抓出几道深痕，直到黎明时分，一颗银白的蛋才终于从我腹中滑出，蛋壳上还缠绕着赤金色的纹路。我瘫在地上，连手指都动不了。那颗蛋咕噜噜滚到我脸边，亲昵地蹭了蹭我的脸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些想哭。待崽的日子比想象中艰难，这小东西破壳前就格外闹腾，每日非要我抱着才肯安分。我若把它放在窝里，它便撞蛋壳抗议。我抱着它睡了2年，2年后才破壳。破壳那日更是惊天动地。我正在外打坐修炼，洞府上方突然乌云密布，雷声轰鸣，只见一道金光破开云层，直直朝洞府劈去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往里赶。天雷！我赶到时，蛋壳刚好炸开，一道赤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，硬生生将那天雷挡了回去。光柱中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奶声奶气地喊我：“娘亲！”他的眼睛一金一赤，手心还跳动着未熄的涅槃火。不愧是我崽啊！
刚出生就过了涅槃劫，小崽子好动得很，刚会走就追着满山的野兽跑了，还扬言要给我烤只野兔。我劝他，夭夭，你是个女孩子，不要整天上蹿下跳，跟个猴一样。小团子大眼眨巴眨巴，可是娘亲，我真的很想吃烤兔子吗？则完美继承了那凡人的脸，长得太可爱了。我没忍住，吧唧一口。行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小团子高兴地追兔子去了。他3岁那年，我原本打算带他回族内走一趟，没想到我的洞府被人一剑劈了。轰然巨响中，我从床上滚下来，灰头土脸地抬头，一道修长身影立于废墟之上，悬衣墨发，手持长剑，周身仙气凛然，一双冷眸如寒星般盯着我。这谁？我什么时候得罪仙界的人了？那人也不说话，提剑就砍。我抱头鼠窜，就在翻遍平生事迹，搜索记忆，思考到底何时得罪过这位仙君时，床上正在喝奶的小团子头一歪，奶声奶气道：“爹爹。”我傻眼了，那人指尖微顿，也傻眼了，空气瞬间凝固。我瞪大眼睛，转头，终于从那张俊美冷厉的脸上看出了几分熟悉。这不是我当年接种的那个凡人吗？我瞬间头皮发麻，连连后退，而那人死死盯着床上的夭夭，那张冷漠至极的脸上罕见地出现了一丝裂痕。夭夭完全没察觉到气氛的凝重，伸出肉乎乎的小手，冲着他软软道：“爹爹，抱。”他像是被雷劈了一般僵在原地，而后机械地伸出手，小团子趁机爬了上去，小手抓住他一缕头发，奶声奶气道：“爹爹香香。”我眼睁睁看着这位冷面仙君的耳尖慢慢红了。小团子是个自来熟，自顾自说了很多话，比如夭夭一直很想爹爹，原来爹爹这么好看，爹爹居然是神仙，娘亲骗人，还说爹爹死了。一个眼刀扫了过来，我心虚的低下头。夭夭啊，最后一句大可不必。再后来，夭夭就困了，窝在他怀里沉沉睡了过去。男人掀起眼皮，他叫夭夭，点头。姓什么？没姓，就叫夭夭。我们凤凰一族都没姓，若非要加一个的话，那就姓凤吧。男人垂下眸子，片刻后低声道：“以后他姓白，仙界只有一位白姓，战神白玄。”我腿一软，又差点给跪了。苍天啊，我这是招惹上谁了啊？我说这妮子眼睛怎么一金一赤，还以为变异了，没想到另外一只眼睛随他爹啊。白玄四下打量了我们住处，有些嫌弃：“你让他住这？此处灵气稀薄，如何修炼？”那是我想的吗？那是我争不过别人。凤凰一族从我姥姥那一代就已经落魄了，如今能寻个有灵气的洞府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好吗？白玄看到我的表情更嫌弃了，伸手一挥，外面凭空出现了一座轿辇，他抱着夭夭：“这孩子我接回仙界了，老娘怀胎10月，拼尽全力生下的，你是他爹也不能说带走就带走啊。”于是我挡在轿辇前：“那不行，即使你是仙界战神，也没有抢别人孩子的道理。”他嘴角微抽：“他也是我的孩子，这3年都是我在养他，要带他走可以，把我也带上。”我只是巨激将法，没想到白玄真给我带上了。呜呜，夭夭，托你的福，娘亲也是上了天的凤凰了。白玄的仙府坐落在仙界最高处，云雾缭绕间，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。一落地，小团子就醒了，撒欢跑进了殿内。小短腿蹬得飞快，边跑边喊：“爹爹的家好漂亮！”我站在殿外，脚底像生了根，灵气充裕，修炼圣地啊！这种福地是我能进的吗？白玄扫我一眼，似笑非笑：“走啊！”不敢进。呵呵，我脚一抬，雄赳赳气昂昂的进了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母凭女贵没听过？迎面撞上几位仙娥惊诧的目光，他们交头接耳，声音不大不小。这就是那个趁君上历劫时的妖女，居然是只凤凰。
听说君上的情节就是毁在他手里。我挑眉，情节？什么情节？再要细听时，他们却着急忙慌地走了。原来是白玄跟了上来。算了，既来了上天庭，总会知道的。只是没想到当晚，我被迫和白玄躺在一张床上，中间隔着个睡得四仰八叉的小团子。我劝道：娘亲和夭夭睡就可以了，不必要爹爹同睡。小团子摇头。蛇妖姐姐说了，夫妻就是要睡一张床的，这样夭夭才会有妹妹。白玄满脸黑线，那个死蛇妖天天就会教这些不正经的，最后还是没抵过夭夭的软磨硬泡，和白玄睡在了一张床上。我倒是不尴尬，反正都睡过了。月光透过纱帐，在他侧脸投下斑驳的阴影。我偷偷打量他，发现这人睫毛长得过分。看够了吗？他突然开口，眼睛依然闭着。偷看被抓了个正着。我赶紧转身装睡。呵，男人轻哼一声，嗓音低哑不满。当初为什么睡完就跑？这话问的。睡完不跑，等着你清醒，要我负责吗？再说了，只是借个种而已，又不要你养，又不要你负责，偷着乐吧你。这些话我当然不敢说给他听，只能模糊的应付。逼迫你做了那种事，我也是心生愧疚，所以跑了。白玄再没说话，而我也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是被夭夭的笑声吵醒的。出去时，发现殿外院子里有一座七彩滑梯，那是一道七彩虹光化成的琉璃滑梯，每一阶都嵌着闪烁的星辰石，滑到底还会喷出一团软绵绵的云朵，接住滑下来的夭夭。夭夭裙摆飞扬，像只快乐的小蝴蝶。白玄站在滑梯旁，唇角微扬，难得看到夭夭这么开心。哎，有爹的孩子就是不一样。我凑过去，仙君还会做这个呢。白玄嘴角的弧度戛然而止，略懂。这么好看的七彩滑梯，只是略懂。那我以前用斧头劈树，费了大半个月的功夫给夭夭做的木头滑滑梯算什么？算我有时间。夭夭看见我后，欢呼着跑过来：娘亲娘亲，你看，这是爹爹给我做的滑梯。我笑着摸他的头，甚好甚好。他眨巴着眼睛，回头看白玄：娘亲的呢？我有些尴尬，我这么大人了，不玩。话音未落，只见白玄扬手挥袖，轰！一颗万年火梧桐拔地而起，枝干上垂下两条赤金锁链，末端缠绕着火焰凝成的秋千座。我靠，火焰秋千！我眼睛一亮，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白玄冷哼一声：顺手的事儿，真是人比人，气死人！我不再扭捏，直接跳了上去，转头还吆喝了一句：推一下呀，仙君！白玄不耐烦地弹了下指尖，一缕仙力推在秋千上，秋千直接荡上云端。哟呵！我大喊一声，夭夭给我私下传声：娘亲！笑得好听点行不行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猴子呢。而白玄暴毙站在树下，看着空中高荡的某人，还有旁边滑滑梯的某团子，冷峻的眉眼也不自觉柔和了起来。白玄待夭夭极好，夭夭天天跟我炫耀：娘亲有爹爹真好，可不好吗？自从来了仙界，这小妮子不仅法术精进不少，身上脸上的肉更是肉眼可见的鼓了起来，都成一只胖凤凰了。仙殿的后花园，云霞染红了半边天，美的梦幻。如果没有一只凤凰在那蹭毛，就更美了。我烦躁地抖了抖翅膀，尾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可惜，再漂亮的羽毛也经不住换羽期的折磨，后背痒得钻心。我索性化作圆形，扑棱着翅膀往花园里那块光滑的玉石上蹭，羽根摩擦石面，舒服的我眯起眼。粗鄙！一道清冷嗓音从身后传来，我脚一滑，回头一看，白玄不知何时站在那儿，一袭银纹墨袍，手里握着一柄莹润的玉梳，眉头微蹙，眼神嫌弃。我炸毛，翅膀上的羽毛根根竖起，我们凤凰族换羽期就这样。白玄没理我，径直走过来，一把扣住我的翅膀根。干啥？我刚要挣扎，
下一秒，玉梳轻轻落下，梳齿划过羽根，力道不轻不重，精准地挠在痒处，舒服的我浑身一颤。梳语里都不懂。白璇冷声嘲讽，手上动作却细致温柔，从羽根梳到尾尖。本来想对回去的，但他梳得太舒服了，一时有些忘了。男人唇角微不可察地翘了一下，指腹不经意擦过我的耳语，我瞬间浑身一僵，耳语刷得变成绯红色。白璇盯着我的耳朵，眼神微妙，还会变色。闭嘴，不许看！我羞恼地捂住耳朵。第二天，仙界炸了。彼时我正悠闲地躺在火焰秋千上晃荡，忽然发现路过的仙娥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，交头接耳，捂嘴偷笑，还有人红着脸偷瞄我。我莫名其妙，直到听见2个小仙童蹲在云朵上窃窃私语。听说昨天战神大人给凤凰仙子梳羽，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。何止？我姐姐的仙友说，凤凰仙子的耳朵都红透了。是谁在造老娘的谣？我火速冲出殿外，只见云头之上坐着一个肉肉的小团子，不是夭夭是谁？我咬牙切齿，白夭夭。后者身影一僵，瞬间溜得比兔子还快。蟠桃会300年一次，仙界众神齐聚瑶池，琼浆玉液，仙乐飘飘。白璇本不打算去，他向来不喜热闹，更不喜那些仙君仙子们探究的目光。但夭夭不一样，小团子趴在爹爹膝上，一同亮晶晶的，小手拽着他的袖子晃啊晃。夭夭想去吗？听说有甜甜的桃子。白璇垂眸看他，眉眼不自觉柔和。他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，忽然抬眼淡淡问我，你要去吗？我正倚在窗边嗑瓜子，闻言一愣，他语气平静，仿佛只是随口一问，可那双金色眸子里却藏着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，好像他在期待我的回答一样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壳，笑嘻嘻地跳下来，去？干嘛不去？瑶池畔，众仙齐聚。白璇一袭墨袍银纹，神色冷淡地踏入会场，左手牵着一只蹦蹦跳跳的小凤凰，右手边跟着我。全场瞬间安静了3秒，紧接着窃窃私语如潮水般涌来。那就是战神的女儿，好可爱。听说她娘是只凤凰，难怪生得这般灵秀。嘘，小点声。那位就是夭夭完全没察觉气氛微妙，她睁大眼睛，好奇地东张西望，忽然指着天帝的冕旒，奶声奶气地问，爹爹，那个爷爷头上为什么挂面条？噗！不知哪位仙君没忍住笑出了声。白璇面无表情地捂住夭夭的嘴，我憋笑憋得肩膀发抖。天帝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铁青了，他瞪着我，眼神锐利如刀，仿佛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。天后在旁边踹了他一脚，用眼神示意他别搞事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早就听闻战神白璇是天帝一手带起来的徒弟，对他那是捧在手心，含在嘴里。如今好不容易养大的白菜被我这只猪、这只凤凰给拱了，说不生气是假的。理解，理解。我主动讨好，上前敬酒。天帝眼不是眼，鼻子不是鼻子的，就是不给我好脸色，还打翻了酒杯，气得天后又踹了他一脚。只是没想到，天帝不是厌恶我拱了他的白菜，而是我坏了白璇的情节。兜兜转转，事情的真相还是天后告诉我的。他拉着我的手，你也别怪天帝，白璇的孩子也是苦，千年来背负血海深仇而活，好不容易报了仇，天地间族人却都已陨落，只剩他一人。漫长仙途，他一个人走的孤独。或许是上天看他不易，得了机缘，修满10世情节，便可飞升进神。没想到，剩下的话他没再说，我却懂了，却没想到被我毁了。蟠桃会结束后，回仙府的路上，夭夭累得趴在白璇肩上睡着了。云窖内安静的只剩下小团子均匀的呼吸声。我盯着窗外流动的云海，还是没忍住开口，对不起。白璇抬眸，什么？你的情节？我低声道，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已经是上神了。
他最后一世本该断情绝爱，圆满飞升，可偏偏遇到了我。我霸王硬上弓，坏了他的修行，也断了他的飞升路，叫内陷入长久的沉默。很久后，他才缓缓道：“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用安慰，我已经都知道了。要不是我……”他侧头看我，眸色深沉。我说了，不是你的错。月光透过云层，落在他侧脸，勾勒出柔和的轮廓。他伸手轻轻擦去夭夭嘴角的口水。蟠桃会后，天地愈加看我不顺眼，几次三番幻化成天兵，鬼鬼祟祟摸到我的寝殿外。第一次他变成扫地仙童，刚摸到门边，就被白玄拎着后领提起来。师尊，您这是做什么？白玄面无表情。天地里不知气也壮，本帝君散步。第二次他化作送膳的仙娥，刚把加料的仙露放下，白玄就推门而入，淡淡道：“师尊，师母在找您。”天地。第三次他干脆变成一只仙鹤，刚扑腾到我窗边，就被白玄一袖子扫飞。天地摔在云海里，气得跳脚，逆徒。白玄负手而立，淡定道：“您再闹，我就告诉师母您藏私房钱的地方。”天地。他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白玄一眼，甩袖走人，嘴里还不停嘟嘟囔囔，没出息。为了织凤凰，连上神都不当了。晚上，我和白玄睡在一张床上，我咽了咽口水，这三番四次的，难道帝君是想要我死吗？白玄嘴角抽了下，不至于，估计想把你丢下凡去。我一把搂住夭夭，我不去，开玩笑，这里又好吃又好玩，灵气充足，修炼神速，我超喜欢这里的，我才不下去呢。白玄随意嗯了声，我以为他敷衍我，坐起身就要开始讲大道理。他手微抬，我整个人直接飞了起来，越过中间的夭夭，落入他怀里。他伸手附上我的唇，闭嘴睡觉，手有点香，涂什么了这么好闻？还有股桂花糕的味儿。然后我脑子一抽，伸舌尖舔了舔。白玄浑身一僵，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周围的气氛一下变得有些凝重。我把头缩进了被子里，声音弱弱道：“你手上有股桂花糕味儿。”我没忍住。半晌，他叹了口气：“你不是一只凤凰吗？为什么满脑子都是吃？”次日，我是被一股桂花甜香缠醒的。我顺着香气摸到小厨房，这小厨房原是没有的。神仙不用食五谷，但我没有修习过辟谷，于是白玄便喊人搭了个小厨房。他冷着脸：“是夭夭想吃你做的饭，我才搭的。”而现在，仙界第一冷面战神正挽着袖子站在灶台前和面团较劲。他眉峰微蹙，修长的手指沾满面粉，案板上堆着几团形状可疑的面疙瘩，一旁的蒸笼冒着热气，甜香就是从那里飘出来的。我扒着门框，目瞪口呆：“你在干嘛？”白玄背影一僵，头也不回：“出去。”叫我出去我就出去，那不是很没面子？于是我凑了过去。白玄应该是第一次做糕点，面粉搞得脸上到处都是，连睫毛都挂着细碎的粉屑，倒是反差的可爱。我抿着唇，不让自己笑出声。他有些恼怒，云斥：“我在。”他耳尖微红，转身去掀蒸笼。没事就出去。热气腾起的一瞬，金灿灿的桂花糕露了出来，莹润如玉，每一块都嵌着蜜字的桂花，香甜扑鼻。我眼睛一亮：“给我的。”他垂眸装盘：“夭夭想吃。”死鸭子嘴硬，明明就是我昨晚说想吃桂花糕的。我趁他不备，迅速偷了一块塞进嘴里，软糯清甜，桂香浓郁，好吃。我含糊不清的夸赞。白玄忽然伸手，拇指擦过我唇角，指腹温热，一触即离。我俩都怔住了。他转身离开的身影有些慌乱。我去找夭夭，而我呆站在原地，唇角被他触过那处有些滚烫，心脏那里好像被一根羽毛轻拂过，有些痒。难道这就是娘亲说的动心？我揉了揉心脏，
那里涌出了一股我道不明的情绪，逐渐蔓延至全身。白玄这个口嫌体直的人，明明说是给夭夭做的。日落时分，我的窗前还是多了一食盒的桂花糕，底下压着张字条，笔锋凌厉如剑。吃慢些，噎着没人管。下界凤凰族的长老们听说了夭夭的存在后，激动得连夜开会，最后一致决定组团上天看下这只混血小凤凰。可问题是他们上不来，于是只能传音给我，要不你带夭夭下来？呵呵，白玄看他跟眼珠子似的，我像是能从他手里把夭夭带下去的人吗？后来不知道白玄怎么知道这事的，他直接派了几只仙鹤下去接人。听说长老们坐在仙鹤背上，紧张的直揪羽毛。慢点慢点，老夫年纪大了，受不得颠簸。刚落地，就看见一只赤金一瞳的小凤凰冲过去，奶声奶气的喊：爷爷们好！长老们瞬间老泪纵横，好孩子，好孩子啊！夭夭活泼好动，一会儿拽这个长老的胡子，一会儿给那个长老编辫子，还把自己珍藏的糖豆分给他们吃。长老们乐呵呵的任由他闹，眼里满是慈爱。直到他们发现夭夭的眼睛，这一瞳，大长老震惊。我点头，心虚，可能是他爹血脉太强，变异了。长老们激动得直哆嗦，天佑我族，天佑我族啊！嘎！长老们不应该指着我鼻子骂我为什么混淆凤凰血脉吗？就在众人其乐融融时，天帝又来了。他背着手，居高临下的扫了眼凤凰长老们，冷笑：凤凰一脉如今也就这样了，连个像样的后辈都拿不出手。长老们气得胡子直翘，可又无法反驳。凤凰一族确实示威，这是事实。夭夭本来正开开心心的给三长老扎小辫，闻言立刻转头，小脸一沉：天帝爷爷，不许你这样说我爷爷们。天帝挑眉：小丫头还挺护短。夭夭二话不说，小手一伸，一团赤金交错的火焰直接烧上了天帝的龙袍下摆。天帝起初不以为意，随手一挥，想灭掉火苗，可那火飞但没灭，反而窜得更高，涅槃火和南明离火的混合。天帝大惊，连忙掐诀灭火，可那火焰居然越烧越旺。逆徒，还不快来帮忙！天帝冲白玄吼道。白玄淡定喝茶：师尊，孩子顽皮，您多担待。天帝，最后天帝顶着一屁股火，狼狈地跳进了天后的瑶池，水花四溅，天后正在池边赏花，被溅了一身水。他缓缓转头，微笑：陛下，您这是？天帝，夫人，你听我解释。天后，今晚跪搓衣板，谢谢。长老们看着这一幕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族后继有人啊！大长老颤抖着握住我的手，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。我干笑，呵呵。好了，这下天帝彻底恨上我了。时间飞逝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夭夭已经长到5岁了。白玄送他去了仙界学院，但他的混沌火候控制的始终不够好，白玄便亲自教他。白玄是龙，教夭夭一个凤凰控火。我在一旁欲言又止，要不我来教？夭夭摆手，没事的娘亲，我相信爹爹。白玄也摆手，无妨，区混沌火。两人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。我喝口水递功夫，练功房炸了。赶过去，只看到面无表情的白玄，以及一脸我怎么可能失败的夭夭，还有风尘仆仆赶来的天帝，龙袍下摆都跑歪了。白玄，白夭夭，你们两个，这是今年第9间了，赔钱。白玄淡定把夭夭往身后一藏，孩子练习呢。天帝指着冲天火光，练锤子，赔钱。夭夭突然从后面探出头，天帝爷爷，西海进贡的万年珊瑚，爹爹放在瑶池东侧假山下了，天后奶奶还不知道哦。天帝的怒火戛然而止，真的。夭夭点头，比珍珠还真。天帝转身就走，本座突然想起今日还有些事。我望着一脸得逞的夭夭，又看了眼面不改色的白玄，总觉得事儿有些不对。你骗了天帝爷爷？夭夭歪头，
小孩子说的话怎么能说是骗呢？娘亲，我只是说了胡话而已。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第二天，听说天帝在瑶池边跪了一夜搓衣板。随着夭夭日渐长大，我掰着手指头，突然发现在白玄这里已经住了近6年。明明一开始处处不习惯，可是现在店内到处都是我和夭夭存在的痕迹。接触的越久，越发现白玄其实是一个很细心的人。他性子冷，话不多，但总会在细节处妥帖。比如我喜欢的火焰秋千，夭夭的七彩滑梯，还会在天地震怒时护住我，会为我挡下仙界的诸多流言，会在长老们面前给足我和夭夭面子，也会在冬日里默不作声地给我的被窝多添一道暖昼。可今年格外冷，我的涅槃火随着季节减弱，夜里裹着被子仍止不住发抖。夜半，店门被轻轻推开，白玄站在床边，垂眸看我蜷缩成一团的样子，叹了口气。他掀开被子一角，默不作声躺了进来。我迷迷糊糊往他怀里钻，触到一片冰凉坚硬的鳞片。他现了原形，银白的龙身修长优雅，却透着一股温润的暖意。我下意识贴过去，手脚都缠在他身上，舒服地喟叹一声。半梦半醒间，我的手无意识摸到他颈下的一片密林。白玄浑身一僵，闷哼一声，龙尾倏地收紧。这里不行。他嗓音低哑，带着克制。我困得睁不开眼，只含糊地嗯了一声。尾羽却无意识地勾住了他的龙角，蹭了蹭，继续睡。第二天，整个仙界都知道了。爹爹娘亲羞羞，夭夭清脆的声音炸开在耳边。我猛地惊醒，一抬头，寝殿里站满了人。夭夭带着她新交的仙界小伙伴们，乌泱泱挤在床边，一个个睁着好奇的大眼睛盯着我和白玄。而床榻上，我凤凰原形的尾羽还缠着白玄的龙角，龙尾和凤翅交叠，亲密无间。最致命的是，天帝站在最前面，胡子翘得老高，挥着袖子怒斥：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！白玄，我……天帝一边骂，一边把看热闹的仙君仙子们往外赶，都出去！有什么好看的？等人都被轰出去，店门关上，我和白玄面面相觑。他恢复人形，面无表情地整理衣襟，耳根却红得滴血。我干笑2声，那个早膳想吃什么？都行，你做的都好吃。我挑眉，这龙什么时候开始会说点情话了？再后来，我做的凡间吃食成了仙界一绝，白玄的仙殿渐渐热闹起来，仙君仙子们总爱来蹭饭，白夭夭也会带学院的同学们来玩。我蒸的桂花糕，炸的酥油饼，炖的灵鸡汤，连天帝都忍不住多加2筷子。白玄嘴上嫌弃他们吵闹，手却默默在院子里多做了几个小板凳，摇摇车，手法越发熟练。夭夭交了许多朋友，整日带着小仙童们疯玩。我一个不注意，他都爬上天帝的脖子了，小手在他威严的发冠上编辫子，歪了歪了，左边再编紧一点。天后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指导。天帝脸黑如炭，却在夭夭软软喊他天帝爷爷时，眉梢一扬，嘴角不自觉翘起，一脸愉悦。我倚在门边看着这一幕，忽然明白了，家的意义从来不是血脉的传承，而是冬日相拥的暖意，是晨起时的一碟桂花糕，是有人陪你闹，有人陪你笑，有人让你心甘情愿把逆鳞也交付。白玄不知何时站到我身旁，轻轻握住了我的手。看什么？他问。我笑着摇头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样真好。我500岁那年，白玄补了我一场婚礼，声势浩大，整个仙界都喜气洋洋，红绸铺满36重天，凤凰火与龙息交织成漫天霞光，仙鹤衔着金铃飞过云端，瑶池的水都映成了喜庆的赤色。我穿着绣满金铃的嫁衣，被夭夭牵着走向白玄时，还有些恍惚。娘亲快看，爹爹今天好好看。夭夭兴奋地晃我的手，我抬眼望去，白玄一袭银纹红袍，眉目如画，整个人长身玉立，宛若仙姿。天帝坐在高位上，一边嫌弃地撇嘴，
一边偷偷抹眼角。没出息，为了指凤凰搞这么大阵仗。天后踹了他一脚，闭嘴！你当年求娶我的时候，排场比这还浮夸。还有，玄儿娶妻，你哭什么哭？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场婚礼白玄筹备了整整100年。婚礼后不久，我怀了2胎，整个仙界如临大敌。凤凰蛋该怎么孵？温度要多少？湿度呢？需不需要定期输入灵力？仙君仙子们人手一本凤凰蛋育儿手册，连老君都开始研究保温的丹炉。天帝更是紧张，特意把凤凰族的长老们请上天，全天陪着我。丫头，多喝点灵露。大长老端着碗追着我跑，蛋壳要每天擦3遍。二长老举着软布嚷嚷。白玄被吵得头疼，直接把我抱回寝殿，设下结界，安静养胎。夭夭趴在我肚子上，好奇地问：妹妹什么时候出来呀？我揉揉她的发顶，等她想见姐姐的时候。2胎破壳那日，我们避开了众人，全家去云海里看风景。白玄在柔软的云层上铺了毯子，我小心翼翼地把蛋放在中间。咔嚓，蛋壳裂开一道细缝，赤金的火焰流淌出来，在云海上燃出一片璀璨的光。夭夭屏住呼吸，小手紧紧攥着白玄的衣角。一只比夭夭更小、更圆润的小凤凰钻了出来，它抖了抖湿漉漉的绒毛，睁开眼，竟是纯粹的赤金色，像极了我的涅槃火。妹妹！夭夭欢呼着扑过去，小心翼翼地用翅膀抱住它。白玄左右肩膀各坐着一只小凤凰，向来冷峻的眉眼温柔的不像话。我靠在他怀里，舒服地眯着眼，感受着周围的风。云海在脚下流动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，像是镀了一层金边。白玄，我忽然开口，可会后悔没晋升上神？他低头看我，眸色深沉如夜，却映着最亮的星，然后轻轻吻了吻我的眉心。不悔。番外，取名之争。天帝和天后为2宝的小名吵起来了，这是闹得整个仙界皆知。大名是白玄取的，叫白昭，取昭如日月之意，端地是大气磅礴。至于小名，当初说好由天帝来取，毕竟夭夭的小名是我随口叫的，这次总该轮到长辈表现。可谁都没想到，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叫金宝多好，又富贵又吉祥。天帝捋着胡子，一脸得意。天后当场摔了茶盏，俗不可耐。那火麟，凤凰属火，麟乃祥瑞，你当是在给坐骑取名？云朵总行了吧？又软又乖，你管一只凤凰叫云朵？天帝背对的胡子直翘，却罕见的没认输，反而挺直腰板，硬气道：本君这次绝不退让。天后冷笑一声，甩袖而去。听说这是千万年来天帝第一次忤逆天后。3日后，天帝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仙殿，袖袍一甩，声如洪钟：本君决定了，白昭的小名就叫。他故意拖长音调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最后定格在正在玩火焰毽子的夭夭身上，铿锵有力道：燕燕。夭夭张大嘴，毽子都忘了接，满眼崇拜：爷爷真厉害，这名字真好听。燕燕、夭夭，名字一听就是2姐妹。我震惊地看向白玄，用眼神询问，天后居然输了。白玄淡定喝茶，唇角微扬。这时，一个仙娥悄悄凑过来，压低声音道：娘娘，听说陛下在瑶池边上跪了3天3夜的搓衣板，膝盖都跪出龙鳞印子了，天后娘娘才勉强点头。天帝浑然不知自己的老底被揭，还在那得意洋洋的显摆。燕燕多好，又霸气又贴切，本座翻烂了仙界雅名大全才挑出来的。天后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，闻言轻哼一声。天帝瞬间晋升，讨好的凑过去：夫人觉得如何？天后瞥他一眼，淡淡道：还行吧。天帝顿时眉开眼笑，尾巴都快翘上天了。于是2宝的小名就这么定下了，白昭，小名燕燕。夭夭每天追着妹妹喊燕燕，喊得整个仙界都知道了。战神家2公主的小名是天帝跪穿搓衣板换来的。番外2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
白夭夭100多岁的时候，已经是仙界赫赫有名的小战神。他继承了白玄的剑术天赋，又融合了我的涅槃火，一杆长枪使得出神入化，连天帝都摸着胡子感叹，这丫头比他爹当年还凶。魔界新上任的魔神不知天高地厚，扬言要挑战他。夭夭压根懒得搭理，直到内斯在他梦里挑衅，仙界小战神不过如此。梦里魔神倚在王座上，笑得嚣张。夭夭醒来，二话不说，抄起长枪就杀去了魔界。等我听到消息时，他已经把魔神揍得跪地喊妈，一手混沌火烧的魔界鸡飞狗跳，连魔宫都塌了半边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像只斗胜的公鸡，手里还拖着个半死不活的小子。娘亲，我回来了。他笑得灿烂，随手把魔神往地上一丢。我扫了眼，哟呵，长得真不错，眉眼天成，细看眼尾上勾，有些妖异，漂亮的惊人。那小子虽然灰头土脸，嘴角带血，却还是倔强地瞪着他。白夭夭，你无耻！夭夭蹲下身，笑眯眯地捏住他的下巴。你不是说输了人我处置吗？魔神，我觉得你生得不错。他慢悠悠道，借个种如何？全场寂静。魔神涨红了脸，咬牙切齿，我就是死也不可能跟你做那种事。夭夭挑眉，一把拽住他的后衣领，由不得你。这画面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我默默转头看向一旁淡定喝茶的白玄，他神色自若，甚至还给我倒了一杯。喝茶，夫人。番外3，救赎。白玄曾是古龙一族最后的血脉，他的族人为护他逃离远古凶兽的追杀，全部赴死。那一日，他躲在父亲用龙骨铸成的结界里，眼睁睁看着全族被撕碎吞噬，鲜血染红了整片海域。他活了下来，却从此再未开口说过一句话。天帝路过那片血海时，发现了一条奄奄一息的小银龙，龙角折断，浑身是伤，唯独一双眼睛冷得像淬了冰。想报仇吗？天帝问他。白玄抬头死死盯着天帝，缓缓点了头。从此他成了天界的战神。白玄修炼的比谁都狠，别人练剑1000遍，他练万遍；别人吐纳灵气，他直接引天雷淬体。300年后，他亲手斩杀了那头远古凶兽，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古龙一族的遗址上，祭奠亡魂。可仇报了，族人却回不来了。他开始浑浑噩噩的修炼，无情无欲，冷得像块冰。后来偶遇机缘，天帝说渡10世情劫，方可进位上神。最后一世下凡历劫，却遇到了他。那日他在山涧边重伤昏迷，醒来时发现自己衣衫半解，被一只凤凰按在石床上。他生得极美，金灵如火，眸若星辰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借个种。他本该震怒，本该反抗，以他的修为，即使凡人，即便重伤，也足以将他掀飞。可莫名的，他没有动。或许是他的眼睛太亮，或许是他的手太暖，又或许是他太累了，累到突然想放任自己沉沦一次。醒来后，他已经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地金灵和一地的圣药。他找了他3年，遍寻人间，却始终不见踪迹。他咬牙切齿，却又忍不住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他。后来他在凡间遭遇劫匪围攻，重伤濒死，回归9重天时，满心都是不甘。还没找到他，回了仙界，他很轻易就知道他的身份和住处。在见面时，他直接劈了他的洞府。本想兴师问罪，却猝不及防对上了一双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眼睛。爹爹！小团子奶声奶气地喊他。他僵在原地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。他的孩子，他将他们接回仙界，本想冷着脸划清界限，可那只凤凰却总能轻易打破他的冷静。他会在冬日钻进他的被窝，理直气壮地说冷；会在他批阅公文时偷偷把糕点塞进他嘴里；会在他练剑时坐在秋千上晃着腿看他，笑得比朝阳还灿烂。而夭夭会拽着他的袖子撒娇，会骑在他脖子上看云海，会在他生气时
软软的喊一声爹爹，让他瞬间没了脾气。他渐渐发现自己开始贪恋这种温暖。那夜，云翅靠在他怀里，迷迷糊糊地问：白玄，你现在还恨吗？他一怔，恨。他已经很久没想起那些谢与愁了。他的呼吸均匀绵长，尾羽无意识地缠着他的手腕，像是怕他离开。他低头轻轻吻了吻他的发顶。不恨了。看云海时，他也曾问过他，可会后悔没有晋升上神。他说不悔。遇他，此生不悔。再后来，听说古龙一族的遗址上开满了遍山遍野的凤凰花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